1976年1月，敬爱的周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而在周总理离世的前，心中依旧念着国家和人民曾经嘱咐过罗清长，要他一定不要忘记台湾的两章。那周总理所说的两章是谁？他又为什么在弥留之际还不忘他们呢？1976年，在病床上的周总理缓慢地睁开了眼睛，嘴唇微动。随床的工作人员开始以为周总理想要喝水，但当他把水递到周总理的唇边时，周总理却轻轻摇了摇头，小声说着什么。看着周总理焦急的神情，工作人员连忙俯身到周总理的嘴边，想要听清他有什么指示。只听周总理简单地说了一句：“我要见罗清长。”随即便开始大喘气。工作人员急忙安抚周总理情绪，并拨通了对外电话。当时周总理病房外的电话是由总理夫人邓颖超接管。当听到电话响起时，早在病房外焦急等候的邓颖超便迫不及待地接起了电话。在电话中，工人员对邓颖超汇报了周总理的情况和他的指示。听到周总理要求见罗清长，邓颖超悬着的心便放了下来。能说出要见罗清长，就证明周总理已经恢复了意识。至于没有要求见自己，邓颖超也可以理解。夫妻两人生活了这么多年，他理解周总理对工作的看重。现在他提出见罗清长，肯定是有重要事情要跟罗清长讲，可罗清长现在进不去啊，这可怎么办呢？在周总理生病初期，有很多人去看望周总理，但是周总理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他始终关心着国家，关心着人民。所以每当有人看望他的时候，他就会问一些自己生病期间所发生的国家大事和政策。很多时候也不单单是他们主动去找周总理，更多的时候还是周总理点名叫哪位来他的病床，帮他处理一些事情。这种情况下，对周总理病情的恢复无疑是不利的。所以为了让周总理能够好好的休息，当时中央下达了一个规定，那就是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遇到突发大事的时候才可以去找周总理，其他人暂缓。而罗清长当时只是国务院的副主任，身份是周总理身边的副秘书，以他的级别肯定是不能进入周总理病房的。但是周总理一直坚持叫他来，出于多方面因素考虑，邓颖超还是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中央，希望中央定夺。中央领导在听到是周总理主动要求见罗清长后，在经过慎重考虑下，还是同意了。但是在罗清长进入病房前，还是再三叮嘱他一定要注意总理情绪，不要让他太激动。而罗长青也害怕自己进去后情绪失控，在总理面前失态，还提前给自己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但是进入病房后，看着周总理躺在病床上虚弱的模样，他还是不免哽咽。身为总理身边的秘书，罗清长无疑是跟总理度过时间最多的人。他印象中的周总理温文儒雅，腰板不论什么时候都挺得很直。现在虽然总理的笑容还是那么温暖，但他已经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周总理见周清长来了之后，便示意他离自己近一点。罗清长将身子俯了下去，周总理在他的耳边简单地说：“台湾同胞两章”，之后就没有力气再继续说了。这几个字别人可能听不懂什么意思，但是罗清长明白。周总理以前常跟他说，台湾始终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不可分割也不容辩驳的事实。但现在由于特殊原因，台湾暂时和我们分开了，可始终还是要牢记，台湾人民是大陆的同胞。尤其是那些在革命时期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比如姓张的两位朋友。现在周总理又提及台湾两章，无疑是在告诉罗长青，一定不要忘记他以前说过的话。而晚年的罗清长每每回忆到周总理在病重之时，还在想着台湾的同伴，也不免潸然泪下。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总理一直都记挂着两章呢？这两章又是哪两位？张学良是东北王张作霖之子，东北军2代领袖。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是不抵抗政策和西安事变，但很少人知道的是，张学良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上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战乱频发，那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大举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围剿。而同时期，日本谋划了皇姑屯刺杀和9·18事变，大举侵入中国东北地区。
可蒋介石却对张学良发布命令，要求其进行不抵抗政策。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张学良同意并实行了这个政策，最终却导致东三省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兵不血刃地拿下东三省，这也让日本军国主义越来越猖獗。之后，日军开始借助东北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重工业对华北地区进行侵略，而这个时期的张学良在内心深处已经开始不认可蒋介石的一系列做法了。可在欧洲之行结束后，年少的张学良被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思想所鼓动，回国后又重新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当中。在张学良回国后，日本对我国华北地区的觊觎已经毫不掩饰，但是蒋介石依旧说着攘外必先安内，并叫张学良出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可早在张学良到陕北地区之前，由毛主席和周总理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就已经吃下了国民党的3个师部队，还俘获了张学良的心腹高福元。在张学良率领着东北军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被我军来了一个下马威。本来对于打自己人就没什么士气的东北军来说，红一方面军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实在是太过可怕，眼看东北军就要哗变，张学良对于执行蒋介石剿匪命令开始有了一丝抵抗心理。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蒋介石所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可行性。他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大敌当前，蒋介石却只想着搞内斗。在这个期间，张学良也开始默认手下的对于剿匪事业的惰性。而与此同时，被中国抓获的高福元也正在接受党内的思想教育改造。在深刻意识到自己以前的错误后，高福元决定由他出面劝说张学良放弃剿匪，转而劝说蒋介石全面抗日。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我党同意了高福元的申请。而高福元也不负我党的重任，他成功说服了张学良和我党展开了第一次见面会谈。刚开始，我党对于张学良的政策希望对他进行柔性劝导，毕竟张学良在世人的眼中和蒋介石关系很好，而且又是蒋介石的狂热拥护者。但是张学良充分展现了东北人的干脆性格，他要求一篓子完事，就是直接和我党高层展开会谈，行就干，不行就散。虽然张学良的背后代表的利益实在太多，哪怕有风险，但是这次会谈还要进行下去。可是派谁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身份高了害怕有危险，我党内部会产生分裂，身份低了又怕张学良不肯谈。而周总理也知道这次会谈事关重要，为此他特意向党内提出了申请，要求由他带队去面见张学良。1936年4月，这是周总理和张学良的第一次会晤。没见面前，周总理对于张学良这个人还是很警惕的，但是见了面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拥有着满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但是其思想还不成熟，所以才会被人利用。但是和张学良的交往中，又不免会被他的直率真诚所感染。这一次会面中，张学良彻底转变了立场。在听完周总理所分析的国内外形势后，攻御外敌是核心基础，因此张学良决定跟按照周总理说的干。而在这次会面中，周总理也给张学良讲解了很多他以前觉得疑惑的问题。在后来张学良的回忆中，他表示这一次的会谈带给他很多思考，以前不明白蒋先生为什么要打击共产党，但是周总理的回答浅显易懂，解决了他很多的疑惑。这也让张学良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去抵御外敌的，而且他们也有一个详细实际可行的计划，可以建设出一个更为繁荣强大的中国。在这次会议中，张学良也提出了要是好好说，蒋介石不听就实行兵谏，他的魄力让周总理不住称赞。这次会议结束后，张学良回去后就在不断跟蒋介石协商联共抗日一事，但是蒋介石却依旧不为所动。最后出于民族大义考虑，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心实行兵谏，劝说蒋介石先放下成见，共御外敌。蒋介石最终还是妥协了。可就在蒋介石离开的时候，杨虎城突然找到周总理，他表示张学良疯了，要跟蒋介石一块走。周总理一方面敬佩张学良的为人，一方面又为他感到担忧。但可惜的是，在他赶去找张学良的时候，他已经和蒋介石坐上了回程的航班。这件事情也成了周总理的一块心病，因为不管怎么说，张学良是为了民族大义被抓的，又被软禁了这么多年，
历史和民族应该记得他。周总理口中的另一个张是张震，他跟周总理算得上是老朋友了。在黄埔军校成立的时候，蒋介石担任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的主任。当时国内军阀混战，见过百姓流离失所的张震毅然决定弃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而张震作为黄埔军校第一批的学员，在毕业之后也因为其良好的学习成绩被分配到了政治科。就这样，周恩来和张震认识了。而当时在黄埔军校上学的前几期成员，几乎就没有不仰慕周总理的。年轻时候的周总理身上有着书生的儒雅气质，一言一行都让人觉得如同春风拂面，但做事却又很果断。在进入到政治科后，张震更是处处以周总理为榜样，而周总理自然也关注到了张震，因为他做事认真刻苦，周总理也经常会将一些繁琐的事情交给他去处理，有意无意地对他进行培养。除此之外，周总管理还专门为他讲述过马列主义，而越跟张震接触，周总理就越喜欢他。有一次更是直接对他发起入党申请，可谁知张震早早的就入了国民党，对此周总理也只能大呼可惜。当时震还被周总理举荐去苏联学习过，不过因为和斯大林的意见相左，就被送回来了。而他回来的时候，正好是蒋介石北伐的时期，在此期间，他跟随蒋介石东征西战，渐渐的也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有不少人劝蒋介石，不如就趁着毛、周二人不备，将他们做掉就算了。但是这个提议很快就被蒋介石否定了，他清楚在国民党内部肯定有人想对他们下手，所以他便派了张震保护两人安全。在得知自己是被张震保护的时候，周总理还很开心，因为他一直相信张震的本性。后来周总理还特意找过张震，要求他一定要在保护毛主席这件事情上亲力亲为。而张震也是把总理的话听进去了，当时但凡毛主席有需要参加的会议和活动，张震都会提前到场地，先进行一次摸排，在毛主席参加宴会的时候也是形影不离。甚至在毛主席坐飞机离开之前，张震依旧不改自己严谨的本性，不仅亲自护送毛主席上飞机，还对飞机提前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当时毛主席在临走的时候，还紧紧握住了张震的手，虽然没有多说，但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周总理也是如此，所以对于张震，周总理总是记得欠他一份恩情。周总理的一生都是在为百姓，而他能收获这2张的信任，和他本人的个人魅力也有很大的关系。